Hello， 我是 YouTuber 鲁鲁鲁。本次来介绍的就是 2.4 版本的新角色申鹤。身为首个兵系专用的5星辅助角登场后，究竟实际的增伤效果如何呢？对于一些萌新来说，申鹤又该不该抽呢？建议在抽角色前都务必先清楚角色的定位和机制，再决定要不要抽哦。洛洛在实际使用过后，将会整理出以下的重点。除了天赋技能和命制作的解说与抽取建议之外，也会补充相关的武器、实验物搭配与一些兵器的组队建议。影片开始前，若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申鹤是5星兵系枪系角色，等级突破后增加的是攻击力趴数。队伍定位为兵系专用辅助，也因为定位是兵系专用辅助，若是在还没有神领灵华、干羽之类兵系主 C 的话，申鹤在其他元素的队伍所提供的增伤辅助作用并不大。即便天赋技能中有降低物抗的作用，但也不是因此就能作为物理伤害主 C 的辅助最佳解，比较适合给想要提升兵系队伍伤害的玩家。而申鹤也是当前角色中首位以增伤倍率提升辅助作用的角色。虽然作为辅助定位的申鹤，在天赋技能伤害量也还算不错哦，可以搭配其他主 C 做脱手的大招伤害。另外要特别注意，申鹤的大招能量需要80点，放入队伍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元素充能的循环。由于申鹤的核心天赋效果冰灵是在角色打出冰元素伤害时，每次攻击都会因为申鹤的冰灵效果得到增伤，因此从这个效果看，最适合的角色就是兵系输出。但这时候也别忘了一个能够附魔冰元素的角色重云。重云的一技能能够替单手剑、大剑和长枪角色得到冰元素附魔，在接下来的 2.5 秒内打出的普攻伤害都是冰元素，因此只要是能够吃到重云附魔的单手剑、大剑和长枪角色，并且以普攻作为主要输出手段的角色，也可以适用于申鹤的冰灵增伤。像是最近有新衣服的克勤，搭配重击打出的附魔冰元素伤害也算高。分享这个组队方向，只是在告诉大家，申鹤其实也没有那么局限的只能给冰元素主 C 用，搭配重云还是能够有短暂穿上冰元素主 C 衣服的状态。申鹤的普攻是5段式的枪击，输出手感上很流畅，打完一套普攻感觉起来没有什么后摇，并且可以顺畅衔接下一套。不过虽然申鹤作为辅助，平常在使用的大多都是 EQ 技能为主，作为辅助项的话，普攻其实是可以不用升级的。不过如果在实战中有可能会切申鹤出来打个几招，弥补一些真空期的话，还是能够稍微升级一些等级，最多到6就可以了。一技能是申鹤的核心天赋，能够理解申鹤技能的特性，冰灵是玩好这只角色的前提。申鹤在点按或长按一技能时，都会召唤一只分身鹿灵，造成冰元素伤害。长按时的鹿灵会是冰元素范围伤害，并且释放技能后会看到附近角色周围出现一些类似符咒漂浮的效果，就是冰灵持续的时间状态。冰灵不同于其他增伤辅助的优势，就是不会受到空间的限制，即便干羽站在10里外吃到冰灵就可以直接享受增伤。风套4剑则是需要靠近敌人造成减抗，班尼特大招也需要站在圈内。每次启动冰灵的时候，只要全体队员在持有冰灵状态时使用任何攻击方式，都可以获得一定次数的增伤效果。短按时可以有5次的增伤，长按时可以有7次的增伤。伤害值提升是基于申鹤的攻击力的一定百分比，可以把这个概念想象成是左轮手枪的子弹，只要启动冰灵效果的时候，等于全体队员都配上一发装有子弹的手枪。若是短按，就是队伍中4人每人配上5发的子弹，在每次攻击的时候，子弹也会同步使用。若是一次的冰元素伤害击中多名敌人的话，就等于是把所有子弹同时发射出，也就会瞬间消耗多颗子弹。因此若是在对到群体敌人的时候，就可能会发生一下子弹用完的情形。但若是对单的话，子弹集中打在敌人身上，可以造成多次大量伤害。若是有用干羽的单发蓄力射击，就会有很明显的输出体验。反倒是神里，若要用 Q 大招持续打冰灵的话，很可能一下子就会把子弹打完，除非解锁满命申鹤才不会有子弹用完的顾虑。短按的持续时间为10秒，长按的持续时间为15秒。当持续时间结束或是冰灵子弹发射完状态就结束。此外，一技能所产生的元素为力也很多，以冰灵状态下击败敌人时，也有几率再产生元素为力，可以提供队伍开大循环一定的元素能量。解锁被动天赋2还能够依照点按和长按提升 EQ 伤害或是普攻、重击和下落伤害。Q 大招是释放鹿灵的力量，造成持续性的冰元素范围伤害，伤害量还算不错，只是搭配火元素打融化的话可能会强反应，同时使领域中的敌人降低物理和冰元素抗性。Q 大招是一招伤害还算不错的脱手大招，若是没有在圣物方面全部都穿攻击趴的情况下，有希望申鹤的 Q 大招伤害再提升，也可以考虑穿有加攻击力趴数的冰伤杯，既为辅助也为一个副 C。
解锁被动天赋1可以使 Q 大招领域中的角色获得 15% 的冰元素伤害加成，冰系输出角色狂喜，同时搭配一命干羽的降冰抗。风套4件触发的元素减抗 40%， 更可以获得更多伤害城区，因此玩冰队在伤害上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增幅。被动天赋2解锁可以使 Q 技能短按时让队伍成员获得 EQ 伤害增加 15%， 持续10秒，长按时让队伍成员获得普攻、重击、下落攻击的伤害增加 15%， 持续15秒。本身深刻的一技能就有提供基于自身攻击力的百分比来提供增伤了，这边是让深刻的一技能能够使用的更加细节，同时也要了解当前的主 C 主要是用什么方式来进行输出。假设希望让干羽的2段蓄力射击得到伤害增加，就要长按后再切干羽进行2段蓄力射击才能吃到增伤，而若是神礼 Q 大招，则就要深刻短按1再切神礼出来 Q。被动天赋3可以让深刻在璃月执行20小时的派遣任务后获得额外 25% 的奖励。天赋技能升级优先顺序方面，一技能是核心天赋优先升满，其次为 Q 大招，普攻最后升。若是几乎没有在使用的话，也可以不用点。深刻的突破素材为璃月山区的清新，以及要讨伐渊下宫新的野外 BOSS 深海龙蜥双胞胎。若是渊下宫的地图还没有开的话，也可以先去朋友家打材料。后续洛洛也会再更新相关的深海龙蜥讨伐影片。里面的深刻就有具备不错的辅助增伤作用，唯独因为武器和生物几乎都要全堆攻击力的主要配法情况下，就有可能会缺乏双爆和充能。但更重要的是要在拉起元素充能，确保全队的输出循环。其中元素充能回复的效率上，又以搭配有迪奥娜的3兵队最好。一命的深刻可以让一技能多一次使用的次数，可以增加产生元素威力的效率，也可以确保一技能的覆盖时长，算是很不错的命作。但要注意的是，解锁一命并不代表可以替队友装上额外的冰灵子弹，最多就是5发跟7发。如果先短按后接长按，最多一样只有7发冰灵可以使用。2命解锁可以使 Q 大招领域内的角色在冰元素的暴击伤害上有获得 15% 的提升。至此，深刻所提供给冰系队伍的辅助增伤可以说是最全面的，就剩下没有讲罗莎莉亚的暴击率专辅工作了。有练冰系队伍又想要抽深刻的话，2命是推荐的关键命作哦。3命所提升的等级上限是核心的天赋一技能，以天赋9等所提供的深刻攻击力 77.62% 加成，12等就可以提升到 91.31%。若是深刻的攻击力面板堆到5000的话，是个非常恐怖的增伤空间，因此3命也是不错的命作哦。4命主要是提升深刻的一技能伤害，让深刻在负 C 的能力得到额外提升。若是有处于濒临状态下的角色触发增伤的话，深刻就会开始累积名为双消诀的层数，并在下一次释放一技能的时候释放所有累积的层数，增加一技能的伤害，每一层的伤害为 5%， 最多可以累积到50层。若是在非满命下的深刻，4命这个效果提升比较不明显，建议是直中满命所附带的命作效果，否则即便叠加层数可能叠不到10层，就要切深刻出来释放一技能，是不太满50层的效果。5命提升 Q 大招的等级上限，4命和5命都是让深刻在负 C 定位有更多作用。6命的深刻解除一技能的子弹限制，平常是会发给队员1人1把有5发或7发的子弹，满命后就等于是在持续时间内不管怎么打都会有冰灵子弹的增伤效果，但仅限于普攻和重击。满命神里的重击伤害提高 298%， 搭配深刻就会有非常可怕的数字，加上短按和长按持续时间都十分长，最长可以来到15秒。在这段期间内，冰元素想怎么乱杀就可以怎么乱杀，非常 OP 的命作。多多会建议，若是想抽深刻的话，需要先建立在你有练冰系主 C 的情况下。此外，0命就能给冰系队伍有不错的辅助效果，只是要考虑一下充能。若是充能效率不够快，也可以考虑抽1命。但若是 2.4 后面的池都没有打算要再抽的话，可以考虑趁这个时候抽到2命或3命，就可以好好享受深刻带来的冰系辅助效果。真的喜欢冰队，想让冰队作为核心主队，也可以考虑下次深刻复刻直上满命。因此命作推荐上会是6命大于2命大于3命大于0命。若是搭配专武一起考虑的话，则会建议抽到后可以先上2命再抽专武。5星武器的部分，首要推荐这次同步时装的深刻专武袭灾。深刻的立绘也是拿这把，这把武器不仅是外观毕业，也是全方面为深刻设计的。副属性提供深刻最需要的攻击力趴数，被动也兼顾到深刻辅助和负 C 作用的效果，可以获得 12% 的全元素伤害加成。同时20秒内可以攻击力趴数提升，最高可以叠满6次。处于后台状态下，攻击力提升效果还翻倍。虽然被动效果十分香，但武器抽取成本也高。若是没有办法抽专武的话，也可以选择河伯渊，被动效果也能够提升攻击力趴数，最多叠加7层。同时副属性提供的暴击率也算实用，整体效果和袭灾大约差距10%左右。
长柱池也有机会抽到，也算是可以考虑的武器。另外也还有一把增加攻击力趴数的5星长枪冠红之硕，虽然护盾效果不算太实用，但主要就是它的攻击力趴数加成和被动攻击力趴数的叠加。若是有搭配迪奥娜的护盾的话，攻击力提升效果也会翻倍。总之，在选择武器方面，尽量选择以攻击力趴数加成的为主，其次可以选择元素充能效率的为主，但就会有明显的落差。4星武器一样选择提供攻击力趴数为主的长枪，像是这次武器持有附带的千言长枪，有离约角色在队伍中会增加攻击力和爆率。另外，断浪长戟也是增加攻击力趴数，同时也能够增加元素爆发的伤害。现物的部分一样可以从攻击力趴数的现物套装去思考，才能够最大化兵灵的增伤作用。最简单且通用的配法就是角斗士2件套加追2件套，总共增加36%的攻击力。此外，作为辅助角色也可以穿上宗室4件套，开 Q 大招后可以增加全队攻击力20%。而若是想让申鹤打伤害的话，也可以考虑穿4兵套或是兵套2件加角斗士2件或追2件。现物属性的选择最简单也通用的就是主属性全选攻击力趴数为主的十字鲨、空之杯和理之冠，而若是想打一点伤害，也可以考虑换成冰箱杯。主属性不用选元素充能的原因是申鹤的大招能量虽然要80点，但是可以透过队友和自身产生的元素威力来回复，因此让辅助或伤害效果提升才是最重要的。其次，副属性的部分可以选择攻击力趴数大于元素充能效率大于双爆。毕业面板就是让攻击力越高越好，基本3000以上，也有大佬可以对到5000的。再来考虑元素充能效率，尽量能够越接近200%。首先推荐的3兵队是神领或甘雨加申鹤加罗莎莉亚或迪奥娜加星海或莫娜或万叶。若是使用神礼作为主 C 的话，最好是搭配满命申鹤，能够吃到最多的兵灵效果。而若是以甘雨作为主 C 的话，则可以把罗莎莉亚换成迪奥娜，星海换成莫娜，而莫娜若是要替补奶妈的位置，也可以拿士多精魄，又或是第4个位置换成万叶吃40%的减抗，缺奶妈再换成迪奥娜。双兵的组队思路如同前面所说，队伍中除了兵系主 C， 搭配兵系专辅申鹤以及万用增伤辅万叶，再搭配水元素工具人做涌动，只是双兵的阵容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大招循环的充能效率。这队是适合玩一些比较偏平民阵容的申鹤队伍，让重云作为兵系主 C， 穿上兵套4件和输出相关的大件，搭配申鹤加香菱加班尼特，让重云又能够再次回到差点被遗忘的国家队阵容，搭配融化反应和申鹤的辅助增伤，也能够有非常不错的表现哦。这队则是以普攻为主的 C 位角色，若这队是克勤加重云加申鹤加万叶，只要让克勤换成兵套4件，透过重云附魔换成一种为兵 C 的队伍，如此一来就能吃到申鹤的边元素伤害加成。只是这队是一种另类的组队思路，不算是主流玩法，可以当做娱乐性质看看。申鹤真的不能配优拉吗？由于优拉的组队思路以往总是要绑定雷元素工具人做超导，但是这队的优拉加申鹤加满命罗莎莉亚加七七或迪奥娜的队伍，有优拉的一技能天赋物理抗性减 25%， 申鹤的大招物抗减 15%， 满命罗莎莉亚的大招物抗减 20%， 大致上就可以取代雷系工具人提供的超导减抗。若是有其他队伍也需要使用雷神的话，雷神也算是能够解放到其他队伍。申鹤的作用主要是适合给想要提升兵系队伍伤害的玩家，即便天赋技能效果中有降低物理抗性的作用，但若是有练优拉这类物理伤害主 C， 在考虑要抽申鹤给自己的优拉的话，其实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或是参考前面的误伤兵队组法。4星的满命罗莎莉亚表示难过，所以如果不打算培养兵队的话，可以完全不用抽。另外也不太推荐近期才入坑的萌新抽，新手的重点还是在于先有5星主 C， 并且申鹤的 BOSS 材料也在新开的渊下宫，搜集起来会有点麻烦。而即便当前自己的原石有限，在第一个卡池申鹤和下一个卡池的甘雨只能择一的话，也会建议缺主 C 就先把主 C 抽到，后面可以再等申鹤复刻。毕竟在先前申鹤还没出来的环境，兵系主 C 的表现搭配风系工具人的减抗效果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就算错过申鹤还没有万叶的话，也可以考虑等万叶这名角色复刻，不用急着一定要在这时候抽。而若是开服玩到现在几乎角色全开的满命满金大佬 2.4 版本中，其实应该也只剩下申鹤可以抽了。满命的申鹤作为科长的玩具，能够感受到兵系的天花板大幅提升，因为申鹤所提供的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增伤城区。若是在挑战神经螺旋的竞速上会十分有感。由申鹤这名角色的推出后，或许后面也会陆续推出一些其他元素的5星专用辅助了，因此也可以培养好自己所主练的元素队伍，等待未来其他新角色的推出。所以评估自己的队伍需要什么角色的这个观念会越来越重要，否则抽了申鹤却没练兵队真的会很尴尬。
以上就是关于深二的角色全分析，希望能提供给想要抽深二的肉肉们一些方向。关于云锦的角色分析，我会陆续补上。若是还有其他想了解的主题或是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肉肉都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实用，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肉肉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帮会员，每个月请肉肉喝杯新奶茶加鸡排。最后喜欢肉肉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肉肉一个鼓励。喜欢越多，给肉肉的 buff 就越强哦。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玩原神，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学YouTuber陆肉肉，我们下次见喽。